条路很少人来过的。那这里就相当于是无人区了呗。它那个白色的是啥？新的藏羚羊哦，几10只哦。看慢点，刮到底盘了。也就是说，在这儿翻了车之后，没有人救援。哎，是这黑色的，是狼啊！真的是狼啊！哎，他们的车真的不在了。黄打，我们都有过嘛？这里隔三差五的就有棕熊造访。现在7点半了，满天繁星，还有一个月亮。今天我们出发的有点早，现在天边有一点点翻起了鱼肚白，我们要早点出发，去一个很远的乡里面。哇，太阳出来啦！哎，你看，尼玛，我们又出发了，去戎马，起来最早一次了。我们这次要去的戎马乡是羌塘无人区最偏远的一个乡镇。据说那里有一个山谷，里面都是温泉，还有几千年前的岩画，连乡政府都是被钢筋包裹起来的，因为那里的野生动物比人多。现在我们已经离开317，进入了一条乡道，往羌塘腹地正北方走了。在这条路上随处可见的野生动物，藏野驴，成群的藏野驴，非常的多。现在我们进入了这条动物景观大道，这条路很少人来过的。那这里就相当于是无人区了呗。马乡方圆半径100公里之内都是没有人烟的地方。住在里面太不容易了，这物资怎么运进去？这么远。以前就是在草原上，你看有车辙印，就是自己找路。啊，就是沿着电线杆走这个。天哪！是的，在右边就是原来的路。知道戎马乡是源于10几年前的一个大半夜，我单车旅行的时候在这儿迷路了。半夜在草原上碰到了一个当地人，开车去救援，然后他告诉我去尼玛县城正确的方向，我才顺利的到了尼玛县。后来我们就成为了朋友。他后来告诉我说，尼玛县有一个戎马乡，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，而且还有温泉，还有古老的这些岩画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在想，我一定要去一次戎马乡。剩下的都是非铺装路了，第一次走这么远的非铺装，不知道特斯拉的表现如何。哇，这才是搓板路啊！这个对你车有影响的。就这种对车其实不友好。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过去的路，就是没有路，自己找路，而且有很多地方都是搓板路。戎马乡距离尼玛县城有接近200公里的路程，是在尼玛县城的正北方，属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范围之内。从1988年建乡到现在都没有路，全部都是沿着羌塘草原上的车辙印走。在夏天的时候，很多的路被河流给冲毁了，而在冬季呢，这些路又会被大雪覆盖，所以只有当地人才能知道怎么走，几乎很少人去过戎马乡。这个是单边8车道，双向16车道，想怎么开怎么开。过不去喽。哦，走河床啊，看慢点，刮到底盘了。它那个桥为什么不能走呢？什么桥啊？他怎么找到这种鬼地方？当地人都不来。这个桥被冲毁了，我们要从旁边绕过去。这个地方有点高，对，慢慢来。这条路还是往哪走呢？这是车吧？以前的。
也就是说，在这儿翻了车之后没有人救援，就在这儿等死，看见了吗？还有乌鸦。这就是进来的车主。没问题。对，我们走了多久了早上几点啊？8点钟出发的吧？7点半。我们讲完以后8点钟差不多。哦。这会儿已经11点20。翻过了一片草原，翻过了2片山，现在还不知道去哪儿。这个戎马乡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啊？哦，那是公安检查站哦。应该是。终于到检查站了。好多人围过来。观护站，这是一个自然保护区。熊然管护站宣传。老师，把身份证给我，然后压在这里，然后出来的时候我们拿。好。很严格，非常严格。身份证只要身份证。啊，没事。好。那我们出不来，还会来救我们吗？好了，开到这里。他意思说你必须要走2个，免得你盗猎呢，偷了一只藏羚羊，然后你从其他地方跑了。哦。所以你必须要回这儿来拿身份证。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有24万多平方公里，占到了西藏的1/4。它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。这里的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，而且分布着数千个湖泊。这里是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，但却是众多濒危野生动物生活的天堂。哎，我看一下那什么东西，黑色的。前面有只藏野驴一直注视着我，他在看我们。你挺我也挺。还是走了，拜拜了。哇，那个白色的是啥？左前方。园林又在车窗外，藏园林，3只桃心白屁股。那屁股为啥是一个黑点儿呢？啊，在我们的车窗外就是园林，有3只小园林。回头，好乖哦，回头。它屁股是个心。对呀，桃心白屁股就是藏园林。哦，前面又出现了一群藏羚羊，正在过马路，一群公的，非常非常多。你看两边好多藏羚羊。哪里啊？两边都是，左边看一群，全是藏羚羊。全是母的藏羚羊，还带崽的。哇，挺多的。藏羚羊作为青藏高原的特殊代表，它能在这么极端的条件下生存的关键，就是它的绒毛。那种纤细的程度和保暖性，让它成为了羊绒之王。这也是藏羚羊在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的时候被大量猎杀、剥皮做成昂贵的披肩的原因，使得在80、90年代的时候，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一度减少了90%，濒临灭绝。后来随着藏羚羊生活的区域开始建立保护区，人们对藏羚羊的保护意识不断的提高，所以现在藏羚羊的种群得到了极大的恢复。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藏羚羊的数量已经占到了全国总群数量的1/4左右，也是藏羚羊种群最多的地区。群的藏羚羊哦，几10只哦。翻过刚才那座山，现在又是一片广阔的平原，啥也没有。真的太偏远的一个地方了，这应该算中国最偏远的地方之一了，对吧？对。看到湖了，老师啊！终于到了这个湖，传说戎马乡就在一个大湖的边上，感觉快到了。这个湖一望无际，哪像有人住的样子啊？
黄岛，咱们这个乡是在这附近吗？怎么这一圈看下来也没有房子的感觉呢？到了湖边，沿着这条路走，还有个20公里，就在湖边上。还有20公里，还有20公里，那湖边不是一眼就望去？还有20公里往哪儿开呀？哪儿有村庄？哎呦喂，还有20公里呀！今天开了这6个小时，什么感受？生无可恋了。主要导航的地方已经到了，导航地但是还方就没有出现村子。这哪里有村庄的感觉吗？那什么？这不是他们的村子吧，大哥？一个乡就一户人家吗？哇，牧民家，那个牧场，不，还得走。还得走啊！哎，他们的车真的不在了，完全看不到。哎，等我们两个都错了就尴尬了，然后现在也没信号。他们的车呢？电线杆子就是我们的希望。这电线杆子要往那边走的，不会是在那座山的后面吧？要紧特的嘛，对吧？那个这里啊，电线杆到这儿就结束了呀。那边好像是没有电线杆的哈。嗯。把湖都开完了。电线杆确实好像就到这儿就没有了。我们走迷路了嘛？我就是说，有可能我们走迷路了呀，而且一直没看到他的车。现在还要再开6个多小时回去的话，真的会疯。我们要找的龙马乡到底在哪里呀？知道为什么乡政府有这样的钢筋把它全部封固好了吗？是因为这里隔三差五的就有棕熊造访。3000年前，居然有人类在这样环境里生活。这个是羊，盘羊，在这个红色的山谷里面，很多很多的温泉。哇，出不了，他那个是充电的嘛？不然他回不去呀。